Stone holds the weight of millions of years, but carving captures a fleeting moment. She shapes the heavy into something light and full of emotion. Whoever said stone can't be light?这是我们的工作室初音石雕创作空间，所以这也就是石雕的家。我跟我先生2个人成立这个工作室，大概也有20几年，接近30年了。然后这些是我们常常使用的石材，越南的白大理石，还有这个是黑花岗，这个是晚霞红。那目前我现在正在做一件晚霞红的一个石雕作品，然后我先生会帮忙我完成这一件作品，因为它的质量比较大，所以像去这一些比较大块面积的石料的时候，我先生就会帮忙我做，然后细节部分我们再讨论。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历年来做的一些石雕，然后剩下的材料，那这些材料也很宝贵，就是会形成我们做成小作品的一个材料。这个区域是我先生的，也就是邓老师的工作区。这边的工作区比较脏乱。那这边是我的工作区，那接下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完成那一件作品。这件作品的名称是花园，代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一个花园。这个花园我是采用方块，像那个花窗一样的结构的组合，然后每一个花都有一个花心，花心它代表着就是向外延伸，然后让你的视野开阔，并且去关怀这个世界、这个大地。我叫李子晴，我从事石雕创作大概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我在一个比较多男性工作的群组里面工作，认同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我们的花莲本来就是石头的故乡，取得石材特别的容易。我在石头的故乡使用石头的材质，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还没觉得应该放弃它。这些作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近30年来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系列就是从亲子、女子，然后延伸到了一些现代造型，还有佛像。其实创作就是源自于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社会的互动，与大自然的互动，让我联想到了水母的那一种群聚的一个关系概念，所以我就创作了水母。水母它的造型很丰富，就是说不一样的水母有不一样的形式，千变万化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心中都有住着一个小孩。当我看到水母的时候，那个小孩就跑出来了。所以我特别的喜欢看水母的千姿百态，尤其是他们会一群水母聚在一起，然后再分散，然后再把自己的身体撑到最大，然后再合起来。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水母
透过那个光的照射的话，看起来真的是太迷人了。用石头创作那个水母，其实是比较有一点难度的，因为水母它很柔，触角又特别的纤细，有时候是需要去思考突破。因为石材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轻的，在我驾驭它的时候，没有给我很沉重的负担。像石材的话，它其实有颜色上的区分。比较淡色的、白色的、粉色的，它给人家的感觉本来就是比较轻盈的。像这一组作品的话，它很特别。创作这一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的小孩才3岁左右，在跟他互动之间，我就是会把那一个感觉停留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呈现在这个作品上面。现在花莲很少有这个黑色大理石，让它磨亮，让它呈现出一种有母爱光辉的一个感觉。这一尊叫做舞动奇迹，跳弗朗明哥舞姿的女孩。我把她的身段跟手势隐藏在里面，它是有舞动的感觉。像我在创作这一件作品的时候，我让他的书本是很轻松的放在他的腿部之间，然后他可以看看风景，然后再低头看看这本书。我希望我有这一块，但是我很繁忙，石雕的工作就是很紧凑，然后它需要比较冗长的时间。我在他的作品里面是可以看到女性艺术家在石雕界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比较辛苦的一面。石雕对女性工作者体力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基本上最开始我还是觉得它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也是没有很支持这件事情。最开始我没有教他，他就是跑去跟我另外一个石雕的朋友去学石雕。他有一句话我就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外在的因素是很难打倒你的。他说的是，因为我喜欢石材里面的纹理世界。跟同样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的好处是，可以共同去从事同样兴趣的东西，所以有共同的话题。因为不同的视角，然后也可以更丰富我们的想法。但是有时候会比较各持己见，而没有得到掌声。然无形中会让自己稍稍的怀疑自己。我觉得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物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去干扰你的想要往前去实现的一个愿望。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一个工作或是材质的话，可能千百个理由都可以推翻你想做的这件事情。观音有33像，其中我选了10尊的观音像来完成这一组作品。每一尊观音都有它特定的符号，比方说这一尊是杨柳观音，以杨柳为它的创作符号来表现这一尊的观音。我用很多的方块去代表一个时空的交替，大千世界中还有其他的空间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用另外的一个脸像来呈现它在另外一个空间中普度众生的一个形象。那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观赏观音像的时候，另外一边的脸像是观者塑造的，跟观者的心是相呼应的。或许我们的心境可以在这边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回应。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中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在里面写了一个"我"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是困扰着全世界的人很久的一个话题。那我这一个作品的名称叫做《归乡》，我引用了很多敦煌的壁画上面的一个局部图案，它是一个佛教的殿堂，算是很高的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心里的目标也是常常会希望说，能够在心灵中得到一个安慰跟宁静，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我的原型，然后再把我贴在上面。这幅画上面的颜色都是岩石本身的原色。我们在创作中就常常会有很多的落石、边角料，这些废石其实它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还是有情感存在的。我希望能够给它一个另外的生命。在我完成作品之后的碎石彩，我把它研成了粉末，然后再加一些现有的颜料去制作这个画。那在我们来讲的话，它就是属于是一种烟彩画的画种。其实烟彩这个画种在很早以前，唐朝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把这两个结合，让它算是再利用，再去寻找生命的起点。The stones are heavy, and so is the machine she holds in her hands. Yet, she says, each stone feels like a wise old soul, quietly teaching her the lessons of life. And when her heart grows lighter, even the weight of the stone no longer feels heavy. 其实一个创作者很多的问题都是存在自己的心里，自己心的反射。鼓励一下很容易放弃的人，你们要坚强加油，你们要朝自己的方向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对，所以不要放弃。